大明覆灭后，天地会余部遭清廷追杀，逃亡到南阳建立小国，时至今日仍被当地人称赞。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两个小国又分别在哪里？今天史先生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众所周知，吴三桂开关门放满清入关后，清军虽未做出烧杀劫掠的事情来，但仍旧不被大多数百姓接受，特别是明朝的一些军事力量，他们在暗地里组织在一起，企图恢复明朝。当时打着反清复明的组织数不胜数，天地会就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支。他们虽然不是正规军，但却存在了很久，从清朝建立一直打到清朝灭亡。其中呢，最为出彩的两个人，迫于清政府的追杀，不得已逃到了国外，并建立了两个国家。他们一个叫做罗芳伯，一个叫做吴元盛。罗芳伯出生于1738年，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，但都落选了。或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又或许是他因为骨子里本身就有很严重的反清观念，所以在多次科举落选后，他选择加入了天地会。吴元盛生年不详，只知道他生于广东嘉应州。他身材魁梧，武功高强，生性豪爽豁达，喜欢四处游历，乡里人都很敬畏他。他和罗伯芳相识后，两人的观念一拍即合，当即就结为了异姓兄弟。而两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所以当他们结为兄弟后，他们的反清力量就略成规模。二人也计划着一定要推翻清政府，谁知有人走漏了风声，清政府在得知他们的情况以后，当即就颁发了通缉令。清政府对待反贼的手段十分残忍，这二人深知啊，一旦自己被抓住了，那不仅是本人没有活路可言，恐怕就连七大姑八大姨都要遭到牵连。在商议一番后，二人带着家眷走上了逃亡之路。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想要彻底摆脱清政府的追杀，那就必须逃到一个清政府无法触及的地方。最终他们选择了向南洋逃去。而大清从建立之初，在海上的力量就十分微弱，所以说他们逃到了南洋，那就等于彻底摆脱清政府了。虽然清廷名义上还是对外发布了文书，要求其他国家如果看见他们二人就要将他们缉拿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。逃到南洋过后，等待着罗芳伯和吴元盛的又会是什么呢？大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这就注定了海上走私会非常赚钱。罗芳伯和吴元盛到达南洋后，便迅速地加入了走私这一行业。当时列强还未崛起，目光短浅的清政府对海上贸易并没有什么兴趣，而且他们也管不了海上的事情。再加上当时的东南亚有许多地方都是属于无政府的状态，所以罗吴二人靠着走私行业赚的是盆满钵满。刚到东南亚时，二人其实还是想反清复明的，只是在当地做生意的过程中，他们发现了严重的治安问题。因为当地并没有政府，所以海盗十分猖狂，他们经常在海上掠夺财物，商人们苦不堪言。罗芳伯等人也是从这儿看到了机遇，认为想要在当地彻底站稳脚跟，那创建一个可以保护当地商人利益的组织就是最好的办法。更令他们欣喜的是，由于南洋离大清不算太远，那里有很多大清逃亡过来的天地会成员。有了这些人的帮忙，罗芳伯很快就在南洋组建了蓝方公司。这个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打击海盗，保护当地商人的利益。他们不仅讲信义，而且还有一定的武装，确实对海盗造成了不小的打击。很快他们就在当地有了不少的威名，华人们在听说他们的事迹以后，更是纷纷投奔他们，这也使得蓝方公司越做越大，在当地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。再加上当地呢并没有什么政权，所以他们表面上听起来是公司，实际上却和政府没什么区别了。而随着蓝方公司公信力越来越大，罗芳伯等人也不满足于只做公司了。公元1777年，罗芳伯将蓝方公司改为蓝方大总制共和国。然而反清复明并未成功，但罗芳伯也算是当上皇帝了。由于他在当地口碑不错，认可他的人不在少数，所以
当他成立国家以后，周围一些小部落也纷纷投靠了他。这个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大规模扩大，当地人称他为坤殿王，也有华人称他为大唐总长。罗芳伯当上了皇帝，作为他结拜兄弟的吴元胜自然也不甘落后。眼看反清复明无望，他便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其他地方，那就是离南方共和国不远的代燕国。代燕国倒不是没有国王，而是那个国王太过残暴，当地土著民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对他们的国王充满怨念。这个国家规模不大，国王除了会压榨百姓以外，也并没有带兵打仗的本领，这让吴元胜看到了希望。他问自己的好兄弟罗芳伯借来兵马，而且直接进入了代燕国国王的皇宫当中，然后将国王一刀毙命。杀掉代燕国国王后，等待着吴元胜的又会是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不论是代燕国的大臣还是子民，都不满他们的国王很久了，只是一直没人敢站出来罢了。而吴元胜的壮举让原住民对他钦佩不已，大家在听说他是罗芳伯的兄弟以后，更是拍手叫好。毕竟罗芳伯在当地名声很好。就这样，吴元胜也顺利当上了国王。吴元胜在位期间也算是励精图治，他体察民情，积极发展各项生产事业，让代燕国百姓的生活有了质的提升。可惜的是，他在位没多少年就病逝了。由于他病逝时他的儿子还年幼，所以就由他的妻子继承了皇位。他的妻子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但在治国方面却并不逊色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吴元胜去世后，代燕国王位由吴氏世袭4代，立国100余年，直至19世纪末才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灭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芳伯和吴元胜虽是因反清复明而逃离大清，但是罗芳伯在建国不久后便派人回国去觐见了乾隆皇帝，表示想把自己的国家纳入大清的版图，或者变成藩属国家。不过心高气傲的乾隆皇帝并没有答应，也不愿意承认这个在海外建立的国家。为此，罗芳伯郁郁而终。临终前他还交代国民，无论今后谁接替他的位置，归顺大清之心绝不可变。而罗芳伯的想法之所以会从反清改变为归清，主要原因是乾隆盛世时，大清在海外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。罗芳伯在当地虽然备受敬仰，但领土相对而言较小，如果只依靠自己的力量，那很难抵抗强大的荷兰殖民者，所以他需要为自己的小国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。大清恰好可以成为这个靠山。不过虽然乾隆皇帝拒绝了罗芳伯归顺的请求，但好在他们当时海上贸易做得很好，能够给大清带来足够的利益，清政府也愿意和他们展开贸易上的合作。罗芳伯也抓住这一点，向外界表示南方已经是清朝的藩属国，此举果然是吓住了荷兰人。迫于天朝皇帝的淫威，他们停止了对南方的骚扰，直至公元1884年，南方大总制区才被荷兰帝国所吞并。虽然这两个国家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，但时至今日，当地仍然流传着罗吴二人的故事，甚至还有人说国语，可见此二人曾经的影响力。